有两件事情是我来非洲才知道的。第一是非洲旅游居然这么贵，一张门票就要$200，1400多人民币。第二是非洲居然可以这么冷，它明明就在赤道的边上，现在是7月底，但我每天都得穿羽绒服，还差点给冻感冒了。避雷亚航，延误把我们扔去了台北。在台湾喝到了他们的国民级饮料黑松沙士，据说台湾人特别喜欢喝，我的评价就是风油精味的汽水。喜欢喝风油精的朋友不要错过，喝多了还有点上头。亚航漏了我们这顿饭10个小时，睡吧。但不管怎么说，感谢老婆的支持，我们来了。青春没有售价，联航直达肯尼亚。出来第一件事，办电话卡。这有红绿蓝3家，绿的排的人最多，那我就选它了。绿的这家可以体验 M-Pesa 非洲人民支付宝。第二天就带上导游来试试这个电子支付，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步先输商家编码，第二步输入消费金额就完事了。用下来感觉还是支付宝扫二维码更方便一点，但这里是非洲，不是每台手机都能扫二维码的。2个面包2杯咖啡，86块人民币，好像跟国内物价差不多。吃饱喝足，走，出发去安博塞利看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大象。还有一群狮子。虽然看到狮子很高兴，但今天天气不好，没看到乞力马扎罗。我们好像惹大象生气了。快跑呀，他们能把我们车给掀了。哦，安全到达酒店，酒店里有一蓝蛋猴 Tiffany 蓝。老实说，和我心目中的野奢酒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距离的。好在晚餐还不错。第二天要离开酒店的时候，云层散开，乞力马扎罗山出现在眼前。作为一个文明6的老玩家，我对乞力马扎罗是有特殊的感情的。他有一句很无厘头的台词：事实证明，乞力马扎罗山上没有 WiFi。不知山顶有没有，但山脚还是有手机信号的。来家乐福考察下物价，不比中国便宜啊！我一直觉得，抛开房子，中国是物价最低的国家。买纪念品谈好价格1600，给他2000现金，他不找钱。地理书上的东非大裂谷，它有6000多公里长，比整个中国都要长。它太大了，身在其中感知不到。这个酒店不错，有长颈鹿，还有斑马。去了奈瓦沙湖上一个小岛，我感觉这鸵鸟在吃土。我发现啊，动物其实不喜欢人，人靠近它们就走了。小斑马。长颈鹿能吃带刺的叶子，甚至仙人掌。准备去马赛马拉换个酒店住，结果天塌了。自来水是黄色的，洗完头发是硬的，没信号没 WiFi， 电也是限时供应。非洲这条件是有点艰苦的，漱口我都用瓶装水。前面这小房子就是马赛马拉的大门，穿过它我要花$200，1400人民币，这可能是我们来过最贵的公园。看到一只受伤的斑马，它大腿被撕掉了一大块肉，仔细看的话，它前腿也在抽筋。我猜它可能是被猎狗咬的，背上的鸟已经开始吃伤口了。旁边肛肠科主任猎狗在等着开饭呢。斑马好可怜，可这顿饭猎狗也等了很久了。马赛马拉的路是真的烂，这里清一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我们的车是 LC79，纯机械纯手动，车窗都是手动的。司机跟我说这车$9万，改装费2-3万，这个非洲妥妥的豪车。这边开车对得起狂野非洲4个字。出于安全原因，马赛马拉里是不允许自驾的。嘿，在马赛马拉开车真好玩。
动物大迁徙的主角就是这漫山遍野的角马和斑马。这角马牛头马面确实抽象。哎呀，来得有点早，想看角马大军过河，只看到了先头小部队。左边埋伏了只鳄鱼，送上门的午餐，你咋不咬一口呢？狮子交配。大部分动物在清晨和傍晚活跃，中午太热睡午觉。食草动物真的每天从清晨到黄昏都在很努力地吃草，就像上班一样。这次来非洲亲眼看到的动物打破了我以前的一些刻板印象，比如猎狗会很努力地捕猎，比如有的狮群有3只雄狮。这片草原也在不断的演变，可能这就是自然。Sometimes they wanna destroy you. You don't wanna let them down. Shine so bright and get so sick. Chew up and spit out therapists. New meds help but nothing sticks. Always